大家好呀，我是花善里，出生在静冈县的一个山中小镇。大学毕业之后，现在是一个在东京工作的普普通通的社畜。前不久年迈的爷爷去世，把他的遗产全部留给了我这个最小的孙子。其实之前也基本都是我们这些后辈在支援他了，所以也没有多少遗产。最主要的只有承载了我们一家人记忆的那座老宅。现在这座房子成了我的不动产，但是要真正面对它时，却发现问题接踵而来。因为没有亲戚愿意回去住，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空屋。我不知道未来究竟该怎么办，是继续维持呢，还是卖掉呢，或者是干脆放弃掉呢？其实空屋的最大问题并不是什么回忆，而是真正的负担。首先就是税金，很多人以为老房子唯一的花费就是打理费用增多，但是现实是，哪怕什么都不做，每年也得缴纳固定资产税，还有一些地区要缴纳都市计划税。我第一次收到这个缴费通知时，还以为自己是不是弄错了，因为本地只是个山中小镇，老宅也根本不在城市规划区内，甚至都没人居住。但是咨询律师之后，知道地方政府确实没有违规，大部分时候这种情况的交税前提都是只要房子还在就得继续交钱，并且律师提示我不要忘了买火灾保险，不然被查到的话后果很严重的。接着就是房屋维护的成本，空屋不像仓库那样放着不管就没事了，相反如果长时间无人居住的话，老化的速度会比正常有人住的时候快得多。比如因为不开窗户，空气不流通，很快就会发霉，院子里的草木无人打理，夏天就会疯长，过分影响邻居而被报警的话就更麻烦了。当然老鼠昆虫这些也会因为没有人管理而跑进屋子。像我继承的这种乡下的房子，院子通常都很大，要打理的时候光是拔草都够人受的了。同时这也意味着即使是几乎不居住，水电气等等基础费用还是要交的。总之这些税费和维持费用加起来一年大概要花20-30万吧，对我而言刚好卡在了钝刀子割肉的完美位置，明显是在亏，但是又没有多到想要尽快处理掉。除此之外，交通成本也不少，我已经定居在东京工作了，回一趟老家不仅要请假，坐新干线的话来回都要2万日元。为了省钱，我甚至考虑改坐夜行巴士，这样来回只需要7-8千。但是我已经不是学生时代那么好的身体素质了，在传统日企的多年工作早已掏空了我的身体，夜巴来回的精力消耗每次都让我物理上的肝疼。有人说夜行巴士是人生减法的最快途径，钱省下来的，寿命也顺带减了几年。新干线呼啸而过，像是事业有成的中年人岁月的车轮，而夜行巴士的颠簸又把我摇回了学生时代的穷酸与执念。虽然律师说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可以放弃继承的，但是我也不想为了这么点钱就斩断和老家的情感载体。祖父母留下的遗物堆满整个房间，相册、家居、衣物，每一件都承载着回忆，有很多都是我已经忘记的儿时记忆，真正要丢弃时心里难免犹豫。这也导致我每次想要收拾老宅时又都放弃了，房子始终保持着混乱的状态。其实这种情况在老家或者说在全日本都并不少见，统计上全国范围内的空屋数量已经越来越多，多到政府已经推出了好几个和不同企业合作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，但是似乎都无疾而终了。现在很多像这样的乡下小镇都是一条街上有1半以上的房子都空着，都是年轻人去了城市，然后老人去世，房子就这么闲置下来了。他们名义上是资产，但是实际上是每个月都要为此支付不少钱进去的负债。我自然知道自己的人生阶段还担不起这种程度的负债，若是处理不好的话，可能也会毁了自己的人生。那么既然留着是负担，我是不是应该干脆点卖掉老宅呢？这虽然是乡下的老房子，但是我想好歹也是一栋完整的住宅，而且当初父母叔伯们为了给二老修这栋房子花了不老少的钱，即使说40年房龄了，现在也还可以卖个几百万日元吧，哪怕便宜点也可以换成钱作为遗产分给其他的表兄弟们，不至于让爷爷的去世变成我们这些小辈之间的麻烦事。有了这种念头之后，我便尝试联系了一下房产中介看看情况，但是现实远比想象的还要冷酷。不动产公司的回答很直接，这套房子应该是卖不掉的，我就先不给你预估报价了。原因有3个，第一是房子太老旧了，已经超过了40年房龄，因此对于买家而言几乎就等同于等待重建的状态。第二是位置偏僻，本身就没有多少潜在客户，年轻人纷纷去了城市生活，很少有人会考虑搬到小镇上去，留在乡下的大多是老人，他们自己的房子都想抵押出去当养老费用，根本没有购房的需求。第三是周围的空屋已经有很多了，大家都挂着交易信息等待有人接盘。说实话，附近已经有人挂着1日元的象征性价格了，但是还是没有人愿意接手。我的心凉了半截，原本以为只要标个合适的价格总有人愿意买，结果原来是白送都未必能送得出去。我突然觉得自己不
是在卖房，而是在安利一款没有人玩的游戏，免费下载还送手充礼包，结果玩家连下载都不愿意。说到底，这房子就算是翻新了，也不过就是一个口碑彻底凉透的公司开发的新游戏。只有我这个辉煌时代入坑的情怀党还在硬撑。原来所谓的不动产其实动得比谁都快，城市繁华能够让楼价一飞冲天，但是萧条到来时也能让主屋顷刻变成负债。不动产公司的人员也善意地提醒我说，最近几年日本的不动产价格波动很大，卖房子的人往往高估房子的实际价格，尤其是郊区塔楼和乡下的老房子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郊区的高级塔楼有太多外国人不考虑价值就直接买下了，很多人都不会去住，只是习惯性的买。而乡下的老房子是卖家生活过的地方，承载着太多的感情，很清楚生活在这里的习惯。总结起来就是，其实这些都是在旁人眼里生活很不方便的地方。原房主的生活方式对于买家而言毫无意义，真正想要居住的买家只会在乎房子新不新，交通方不方便，生活便不便利。你想想，这座老宅你占了哪一样呢？对你而言，这座房子还有很多感情价值，但是你也想要卖掉它，因为资产税、管理费这些都不便宜吧？这些老房子本质上就是负债。如果是买家还要考虑拆除费的话，这些对他们而言和先交头金再付房租没有任何区别，而且还比租房成本更高。所以你看，同街的房子1日元也卖不掉。如果你真的想要甩掉这个负资产的话，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自己花钱拆掉房子，然后卖这块土地，这样应该会好出手一些，但也就只能卖个象征性的价格吧。然后我询问了业者，拆掉这么个老房子大概要花多少钱，结果大概要花200万日元，难怪附近的空屋也没有拆，简直是无利可图。顺带一提，业者也表示，想要自己住的话，也可以做个全屋翻新，这样的房子大概会花500万，这可是我1年的生活费啊，根本无法承担。要是大城市的话，也许还能搞成停车场来减少损失，但是这种小镇到处都是空地，专门花钱停车的情况很少。事到如今我才反应过来，这栋老宅是一个怎么样的吸血鬼，想要甩掉就必须要自斩一刀，亏100-200万，甩不掉就每年吸走20-30万。于是赶紧跑去市政府咨询放弃继承的手续，但是工作人员说，只有老人过世3个月之内才能提出申请。现在这栋房子在法律意义上已经完全是我的资产了，而且这么亏的烂摊子政府是不会接的，捐赠都不要。不是，这哪是继承了个不动产呀？分明是一不小心在主屋仓库里翻到了古老戒指，原以为可以靠里面的仙人残魂一飞冲天，结果戴上去就开始疯狂吸我修为，摘都摘不下来。就算是勇者斗恶龙系列中这种去教会都解不开的诅咒，也算是极其罕见的粪设计了吧？这也太过分了。最后还得是一个跟我有类似经历的学长，他建议我跟他一样，整理完遗物之后，自己花几天简单翻新一下房子。最后他的老房子卖给了来日本做数字流民的外国人，不过他的老房子在九州的一个海边小镇，对外国数字流民的吸引力比我这个要大很多。但是我这个也有离东京和名古屋比较近的优势，可以尝试吸引这2座大城市的中产阶级。安静的环境、清新的空气，周围的山川河流，甚至不远处还有温泉。这些元素拼在一起，恰恰构成了一种城市人无法轻易得到的奢侈体验。我也不必要只依赖当地的不动产公司，而是开始联系全国范围的中介，把房子作为度假屋推荐给城市里的富裕阶层。这些事情做完之后，说实话依旧艰难。实际上这座房子依然是每年给我带来几十万亏损的状态，但是我的心态已经不同了，开始有人愿意短租，也就意味着它还是有一些需求的。依靠作为度假屋的曝光，让我感到更有机会甩掉这个包袱。这也让我理解了为什么继承的房子反而成为了沉重的负担。答案其实很单纯，因为日本的不动产制度之下，房子大多数时候都不是投资品，而是消费品。房子并不会随着时间升值，反而会不断的贬值。这些泡沫时代的老房子其实已经耗尽了消费价值，尤其是在乡下，房龄一旦超过了30年，几乎就失去了市场价值。买房的人看重的是自己的生活，而不是房子本身。因此长辈留下的老宅看似是一份遗产，实际上也伴随着长期的支出和责任。固定资产税、维修费、交通费，甚至是拆除的费用，都可能远远超出这栋房子剩余的价值。日本的空屋问题正在全国范围内蔓延，越来越多的人被继承来的房子所困扰，既难卖又难养，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隐形压力。这确实是日本进入21世纪之后的一个顽疾，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政府或者民间资源组织，至今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办法来帮助这些负动产持有者们。如果是你的话，面对这么一栋继承来的老房子，会怎么办呢？欢迎评论区讨论。都看到这儿了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热推还有硬币呀。
我们下期再见。